大家好，今天来说一下 AR 画脸。AR 画脸之前出过几期视频，我们这个视频是跟着它的一个版本在走。最近更新到了 4.1，之前的版本还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功能上肯定要差一些，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全部重新下载一遍，之前的版本就可以扔掉了。然后这个版本它做了一些变化，就是它把这个本体包和这个模型包分开了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分开去下载。本体包 3.2G。模型包的话稍微大一些，5.75G，这两个包是必须都下载的，缺一不可。然后今天有一个新的升级包，就是4.1，然后下载下来就这3个东西，全部需要下载。然后下载完之后呢，大家可以重新搞个文件夹，然后来放你这个下载下来的程序，尽量的保持这个路径不要带中文，要不然可能会出错。这个本体包，我们可以把它解压，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解压出来，启动包解压完毕了，就是这个。剩下这2个文件全部拖进来就可以，拖到这个文件夹里，进来看一下，找到这个文件，然后同样的选读这2个文件，然后点这个解压到当前文件夹，这样然后就可以了，全部先覆盖，然后这样它就把模型还有这个升级文件全部解压过来了。好，我这边就不解压了，因为我之前已经弄好了。我们翻回我们这个文件夹，然后找到这个启动文件，双击来启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打开了它的使用界面。界面的区别跟以前不大，基本上还是那个样子，多了一些模型。然后我们这边先来选2个图片，这边图片可以随便选，选大家喜欢的就可以。然后这2个就是如果大家配置不太够的话，你分成2步来走，就是先替换，替换完了再来单独选这个高清修复。如果大家配置够的话，那么这2个可以同时勾。然后下面这个画脸模型多了一个512，区别不大。最终画脸效果下来几乎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。人脸高清修复模型也是，大家看下面多了俩，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高清修复混合度，就是如果这个值太高的话，那么最终的结果出来可能会显得有点假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来说默认就可以，没有必要去改。高清修复模型应该是没有变化，这些都没有变化，都跟上一回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 FP16 还是开启半精度。只要你显卡支持，那么你就尽量的打开啊。如果显卡不支持的话，打开可能会报错。人脸检测模型这边有俩，有人说这个第2个模型效果要更好一些，但是我实际尝试了之后，其实区别不大，几乎看不出来太大区别。所以这些东西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折腾，全部保持默认就行了。人脸的检测模型也是，这个就是分辨率保持默认就可以。人脸检测分数就是相当于是人脸的检测阈值，就这个值就是越高，那么对人脸的严格度就越高，就是你可能是人脸，但是如果这个值太高的话，可能就会识别错误，识别不出来那张脸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个值就保持默认，因为这个50已经足够低了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是脸的，然后都可以检测出来，几乎不会有问题。这边多了一个遮罩，其实放在这儿有点奇怪，就是因为并没有可以实际看到预览图。你这边去调整的话，说实话你也不知道应该调多少。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到实际的效果调整之后，所以这个人脸遮罩模糊度大家就保持默认就可以了，也没必要去动它，免得动了之后出问题。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变化。这边显卡 CPU 大家可以自己选，如果你显卡不好，你可以用 CPU 来跑。线程数也是，那么你就选低的，选1。配置够的话，你可以选4，保持默认。甚至如果你配置很高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往更高里去选，只要保持不崩了就可以。其他的这个直播的话，就是勾这个。然后点开始直播就可以了，其他没有什么太多变化。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尝试，比如这个画脸模型，我们选一下这个512，然后跟这个128的来个对比，实际上没太大区别。这些我们就来保持默认，然后来开始一下。我们先来出一张图啊，因为它这个第一次加载，它需要把模型加载到内存当中，所以第一次的话是有一点点慢的，这边我们需要等一下。好，这样我们第1张图就生成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保存到这个文件夹了，打开输出目录就可以看到。然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换的脸。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比方说我们这个选成512，然后这个人脸检测模型我们选第2个，然后再来出一张图，看一下效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第2张图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大家没必要太去纠结，换脸的时候我到底使用哪个模型更好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界面的一个用法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，我们来点一下这个黄色的按钮，然后来打开它的这个页面。
这个页面的话，它实际上是跟这边这个所有的参数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界面，它这边所有的参数跟这个界面上的参数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，大家只需要一一对应就可以。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去给大家再去重复去说了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。然后我们来看最后这个，我们重新开启一下。好，我们点这个按钮。好，我们打开这个界面了。这个新版本呢，它支持图片的换脸，因为它之前的话只支持视频，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拿鼠标点一下，鼠标左键，它会自动切换成图片的换脸。这边也是我们这个 C， 这两个是一样的。然后点一下这个按钮，它会自动加载这里面的图片。再给大家提个醒，就是图片文件夹里，然后你就是图片；视频文件夹里就是视频，不要混在一起。要混在一起的话，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检测。然后我们这边选一个人，先找一下脸，找到脸啊，然后再选中你要替换的脸，点这个换脸啊，大家可以看这边换过来了，但是它不是高清的，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按钮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部的修复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这边它有2个高清模型，可以拿鼠标右键然后去切换，点一下鼠标右键，它会切换成那个另外一个高清模型。但实际上效果区别不是很大，大家看跟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区别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图片的一个换脸，非常简单。然后下面有一些参数，基本上我们上一期的话也给大家介绍过，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。它这边多了一些参数，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使用价值。阈值这个咱们之前说过了，然后就是检测这个是否为人脸，它这个阈值其实调的有点高，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有。然后我们把它调低一些，60%就足够了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值太高的话，那么可能本来是人脸的，可能也检测不出来，它会识别成别的物体，是这个阈值的一个用处。这个强度在这边下面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鼠标放上来啊，这个下面这块是有说明的，强度越大，换脸迭代次数越多，这个保持默认就可以了。方位的话，这个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。方位的话是用这种斜的更适合，然后我们来找个这种斜的脸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换过来了是吧？方位的话，同样的是改变这个数值是用鼠标的中键，然后去调整这个值。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是有一点变化。当你这个调太大的时候，它就恢复了原来这个脸的样子，因为它本来是斜的，你换的这张脸是正面的啊，然后它就换脸就失败了。所以这个值其实没有必要去调整。所以说这个新增加这2个参数呢，实际上没有太大使用价值，但保持默认就可以。然后下面这个遮罩、遮挡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上期说过，这个可以简单的看一下。打开这个遮挡，头发会更细一些，这个是这个区别。这个的话是代表的是这个人脸的一个混合度，比方说这个脸和这个脸，他们会有一部分是就是特别像、特别重叠。当你把这个值调大的时候，它会把这个2张脸这个比较相似的地方会标出来，但是没有什么用，对我们换脸来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，所以这个就没有必要去调整，保持默认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项的话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通过在这边去输入这个文字，然后比如说我们输入什么 Apple 啦，或者是别的一些的东西，中间用这个逗号去分割，然后它会在图片上生成这个遮罩。大家看我们显示这个遮罩的话，它是有个实际的遮罩范围的。但是这个值实际上还是跟其他这些参数一样，就是没什么实用价值，对我们换脸来说没有太大实用价值，所以这个大家也不需要去管它。然后这个遮罩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整张脸上它是哪个地方进行替换，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值然后去调整。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鼠标的中键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调整这个值，点上一个范围就出来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是吧？比如说我们上面它有很多头发，对吧？然后如果这个值我们调太高的话，大家看到这个头发会受到影响，是不是头发也没了？这样其实是因为它遮罩啊，我们整张脸把头发也替换掉了。然后当我们打开这个遮挡的时候，它头发会回来一部分，这样是一种方法。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调整这个遮罩，我们把它调小一些，然后把它调低一些，就是意味着就是我们这边换脸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原本的头发也剃掉。我们调整下来之后呢，它保留了原本的头发，这样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。这个是遮罩的作用。同样的，通过鼠标右键，然后我们可以切换这个遮罩的4个边。比方说我们刚才调整是上面的边，然后调整是现在是底部，大家看这个底部会往上走，是不是？
这样我们通过这个去遮罩去调整啊，也可以控制这个脸部遮挡的一些变化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，切换过来视频，然后我们选我们视频文件夹，然后再选一个，找一张脸，然后换脸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脸部进行了一个替换，这是因为它是视频嘛，所以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去走这个视频的。它现在仅仅是第一张脸被替换掉了，后面的也是没有替换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替换视频的话，就是先选这个按钮，打开录制，然后点播放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会把这个整体的所有的这个视频当中涉及的脸部的位置呢，每一帧，然后分别进行一个替换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直到它这边走完。好，我们这边先停一下啊。好，这样我们就相当于就是把前面100多帧啊，然后进行了替换，后面呢还是保持原样。它这个替换完的视频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这边选择的这个文件夹啊，因为我们选择的是 A 这个文件夹，所以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 A，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视频，生成了一个视频，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前面100多帧替换的一个结果，效果其实还是非常棒的，速度也很快，大家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尝试。今天呢就说的内容就这些，大家拜拜。